一条只有4公里的跨国地铁真的能撼动新加坡的房价吗？很多人在说，新柔地铁一开，大量人会住去新山，租金便宜，生活成本低，新加坡这边的房价是不是终于要凉了？如果你也这么想，我劝你先别急着开心，因为地铁能拉近2座城市的距离，但拉不低新加坡的地价。今天我们就从3个方面来聊聊这个事儿。第一，新柔地铁到底改变了什么？第二，新加坡会降温，还是迎来新热区？第三，谁才是这场跨国通勤风暴的最终赢家？首先，我们要搞清楚，这可不是一条普通地铁，它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建交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，全长4公里，从新加坡乌兰北站出发，直达新山5级查卡站，地下加高架混合线路，时速80公里。从新山 Bukit Syagar 站到新加坡乌兰北站，列车单程只需要大约5分钟。根据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 LTA 和马来西亚官方的资料， RTS Link 全线通车后，整个通关加乘车过程预计只需15分钟以内。配套还有双边海关加移民通关一站式系统。乘客在进入 RTS 站时会同时完成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通关手续，类似樟宜机场转机模式，不再像现在要在2个国家排2次长队，非常省时。高峰期每 3.6 分钟一班车，可运载1万人每小时，单向比现在的新柔长堤快上好几倍。以前每天大排长龙塞在大桥上几个小时的场景，通通要成为历史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是唯一一条不需要下车就能过国界的地铁。一上线，预计每天将承载多达10万人次的通勤量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每天新增一个小型卫星城市涌入新加坡工作。有人听到这个数据马上就激动了，住在新山，上班在新加坡，每月房租省2000，生活成本砍半，这谁不心动？是的，从数字上看，确实很吸引人。新加坡普通公寓需要3000新币每月，而新山的高端公寓每月只需要1800马币，相当于520新币。月这租金差可以用夸张来形容，而且生活费、食物、服务统统便宜一截。但别被表面吓到了，真正决定房价的从来不是是否有人搬走，而是2个核心，一是稀缺性，二是信心。新加坡的土地有限，人口持续增长，外资热钱不断涌入，法治健全，汇率稳定，社会安全。就算有些通勤族选择去新山住，他们的收入、消费、就业依然留在新加坡。新山再便宜，也替代不了新加坡国门之内的安全感与信任度。房价下跌不是靠通勤便宜就能实现的事，真正被重新评估的是新加坡北部，这才是新柔地铁最大的赢家。乌兰站周边 Woodlands North 直接连通 RTS 总站，是新加坡进入新山的门户，原本属于偏远区域，现在成为战略枢纽。租赁需求上升，企业办公、跨境上班族聚集，未来潜力不亚于过去的榜鹅、但宾尼。群体变了，价值也变了。家里有马来西亚亲属的家庭更愿意住北部，跨境工作族找房首选乌兰、义顺，本地人也会考虑北部通勤短加便宜的优势。所以不是新加坡房价跌，是以前冷门的地段正在升温。当然，马来西亚这边也要说2句，新山确实正在升温，特别是 RTS 沿线的公寓，什么 RF Princess Cove、Swasana、Tri Tower 这些楼盘，开发商都在打15分钟进 CBD、1800马币住海景3房的牌。但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：一是空置率，很多楼盘买了就没人住，实际使用率低；二是汇率风险，马币过去5年持续贬值，投资回报打折；三是租户结构单一，高度依赖新加坡跨境族群，一旦边境政策变动，风险暴露；四是买卖税负，外国人购房有限制，政策可能随时变，所以别看到便宜就冲进去，投资新山不是抄底，而是打长期持有的牌，而且前提是你懂那边的市场，有本地人脉，能接受波动。总的来讲，新柔地铁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变化，但不是新加坡房价下跌的信号，而是板块重估加区域再分配的导火索。新山会变热，但不是全程爆发，只是地铁周边在升温。新加坡不会跌，反而北部板块价值会慢慢浮现。你要懂的是，交通改变生活，但不等于房价一定跌。如果让你选新山1800马币住3房湖景加每天15分钟通勤，还是新加坡3000新币住单间，但享受地铁、商场稳定环境，
你会怎么选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